天下妈妈都是宝，活力超猛，收不住。她说我们家3个姐妹交的男朋友没有她一个。对对对，情史不断呢哈。行情很好。没有你的多了。你不要乱讲，来，对不起。说1个月飞一次韩国，是不是在韩国谈恋爱？被甩了。马家母子真心话意外变成案发现场。现在他们住这个家是我们10年前大概搬进去的。搬进去之前，我帮他清过一次，因为所有的那个空间里面堆满了他这一辈子的东西。哦，有囤物癖，他存的太多。他们利用我不在家就乱清我东西，害我金子都不见了。金子，我们今天其实是亲子真心话，是今天不是来抓贼的，你知道吗？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上好。妈妈对我们的爱啊，永远是最伟大、最无私的爱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3组亲子档。到底他们跟妈妈之间有哪些让他们没齿难忘的亲密故事呢？哦，欢迎他们出场。首先欢迎马国贤马哥。还有国贤他妈马妈妈来喽。欢迎叶欣梅。欢迎欣梅她娘啊！哎呀，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欢迎西小瓜。哎呦，小瓜他娘来了！哎呀，欢迎3位妈妈，哇，难得啊！哇，请问一下3位都见过彼此的妈妈吗？没有，就见过国贤妈妈。哦，欣梅呢？哎，我国贤妈妈也见过。也是没见过小瓜他妈。对，因为刚刚我们一直以为小瓜妈妈是他姐姐，国贤哥跟他妈妈年纪相仿，差一点。然后他刚刚说他直接可以应征为我爸。真的，他们2个差5岁。国贤有见过欣梅的妈妈？有蛮熟的哦，真的啊？对。他去我家住，因为我去彰化，我都是去他家住，我都是住在你家住。对啊。哎，他家超舒服的，好不好？比民宿还舒服哎。哦，因为我妈妈一个人在家，所以很多空房间。这样不是很危险吗？她一个人在家，危险什么？危险的是国贤哥。那天晚上睡觉有锁门吧？没有，我在等待，在期待。你妈妈原来也是厉害的角色。就跟我是说她很厉害，懂玩呢。她之前也是呛过我啊，我讲过，她说我们家3个姐妹交的男朋友没有她一个。哦，对，真的。哦，对，有。哇，年轻的时候也是情史不断呢哈。行情很好。没有你的多了。不要乱讲，来，对不起。妈妈好可怕。这样不是没脾气啊。啊，小瓜妈妈现在应该跟她已经没有住在一起了吧？没有。没有哈。你对你这个女儿，你这个被发现了。你什么时候发现她比较像女儿？高中的时候吧。高中的时候啊。对。哦，当时你有很震撼吗？或者是担心，心里会震或者是惊一下，可是也是慢慢的接受了，慢慢就接受了。对。哦。因为我高中学表演，然后就会开始学化妆，然后我一回家，然后妆有点太浓了，妈妈就说你干嘛？然后我就说那现在学校教化妆啊。他说你这样坐公车吗？我说对啊，很漂亮哎。然后他说下次记得要卸妆。妈也在。他说太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准备要来做第1个环节。跟妈咪在一起这件事情令我超难忘。我其实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很小就是单亲家庭，然后就是妈妈要工作啊，还要照顾小孩，所以我们其实小时候就是算是电视养大的小孩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看了那个成龙的电影，那种警察故事，哎，他好厉害哦，就是那个大厦那个窗户直接这样爬，用跑的嘛，然后上山下海啊，动作戏很多，然后还有什么我是谁啊，什么雨伞就拿着就是直接从大楼可以这样飘下来，有没有？所以那时候呢，我们家住透天嘛，然后我在二楼的时候，我就往下爬到那个1楼的屋顶，然后我就拿了2把雨伞。然后我就直接说，因为那时候有看什么《玩具总动员》，飞向宇宙，浩瀚无
无敌，啪的，我就跳下去了。结果我跟你讲，我跳下去一跳出去我就后悔了，因为一跳出去雨伞就开了，它有往上飞啊。对，那个雨伞就开花，然后来不及了，然后我想我就下去，然后就倒在路边这样子，就因为跳下来就倒在家门口。跟不安诺。有，就当然有事就很痛啊。我后来好像是手就骨折这样子。哎呦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在1楼在跟客人在泡茶。然后他背对门口，他在那边泡茶，有一个人掉下来，然后我那个阿伯就说，哎呦，嘿，往后来蹦一下就大声，然后我妈就说，嘿，唔知道什么物件落落来，还是讲靠啊有车祸，然后就有一个阿伯就说，哎，唔是呢，嘿，那就恁查某囝落落来，然后我妈就说，好可怜，新北唔知道店看电视吗？电视就大声，那有可怜，然后他转过去看，哎呦，真的是我，然后我妈一冲出来看到2把雨伞，她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就知道我又在乱学，因为我以前就很爱乱学有的没的，然后她就说。啊！你怎么啊？你来下来啊？哎，听我说，哦妈，好痛，真的好痛，赶快帮我叫车啊！因为我会讲说帮我叫车。你那时候多大？我那时候好像才小学1、2年级的时候，就很小很小。然后他就知道我还会知道要叫车还会痛，然后他就说会痛吗？会痛？我说会，好痛，赶快叫车。会痛就好，会痛你下次就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真的，我知道，他要先确认我敢不敢。我不敢了，他才要做一些救护的动作。然后我就说，我真的不敢，这么赶快叫车，赶快叫。他才去叫车，然后就是把我扶到里面。妈妈心脏好强。正常妈妈。可是好像妈妈都是这样。正常妈妈已经吓死了。哎，她超淡定，好像很正常，就觉得哦是你哦，那是你我就放心。你为什么那么淡定？他常常这样啊。很习惯。常做一些让你料想不到的事情。料想不到的事情。那一次真的有骨折吗？有。真的骨折？哎呦！他还有一次那个猪吧，还细粒猪啊不，给他让人平扛落去，啊挖不出来，结果送医院啊。你好多灾多难哦！鼻子，哎那个猪你真的什么都敢尝试哎。我只是想知道这样可以射多远，因为按下去，我想干嘛？可以射多远嘛？因为我是这样可以射我姐啊，因为你拿玩具枪什么，他会发现，但你藏在鼻子，你趁他不注意这样。这吓他嘛，就我就发现塞进去，它又会滑下来，我想那就塞里面一点，它又要滑又塞里面一点，就哇出不来。你可以平安长大，真的很难得哎。对，还有时候跟客人泡茶，泡茶不是那个水壶滚了会叫吗？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肚子饿，我想吃贡丸汤嘛，我不会煮，我不会开火，我就趁他在泡茶的时候，我就把贡丸丢到那个水壶，我想说水壶会叫啊。他也不知道，就他拿起来那个茶一泡，奇怪怎么上面浮一层油，就他就开盖子，发现里面是贡丸。可是妈妈好像遇到事情都会先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之前我去小时候也是骑脚踏车，偷跟同学去骑脚踏车，然后骑，然后有一个窟窿这样一跨，然后我的脚就突然就塞进那个脚踏车轮子里面，然后就这样卷，然后就卷了，然后我脚就流血哦，然后血这样流，血流无助，然后我想说好紧张，我妈妈一定会骂我，我就赶快跟那个邻居在旁边说，阿姨你借我那个小护士擦一擦就好了，然后阿姨就说不行，这什么小护士，救护车，然后我就被送到救护车了，然后就突然就看到妈妈就这样来了以后，他就说这为什么会受伤，然后偷跑出去，他先给我1巴掌，我想说我脚都已经受伤了，打1巴掌。那时候你多大？就大概小1、小2、小3那时候，我想说这妈妈怎么这样？他也没叫说你为什么要跳下来？你为什么要跳？我说你可不可以先叫？他们都不会先照顾我们感受，先打呢。可能就是担心，但是用生气表达。可是我脚都断了哎。你现在你跳的比我没受伤的还好。我现在还可以跳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住公馆，我妈带我要过马路。然后我就在那看，就到处每次就这边看那边摸这边玩，然后就要过马路，然后我妈把我抓回来，抓回来我还在这边呢，我就有车嘛，我就追她抓回来，抓回来，车压过去，哎，真的就压货车哎，就压过去就怎么办？你痛吗？在哭哎，然后妈妈也没怎样，吓死啊！我们全部都呆了，那真的全世界都。时间静止，对，哇，怎么就压过去了？可是如果他没拉住你，就是直接撞扁哎，有可能哦。他可能应该不在这边，他没有拉住我，可能我已经过马路，你都不讲啊。谁知道你走的速度啊？我很快就抓回来，然后就压过去了。我讲一个，可能他已经不记得了。
因为有一次哈，我家住高雄嘛，住那个很乡下的地方，刚好我一个堂哥去山上，人家送他一些那个香菇，啊，我堂哥就刚好煮好了，那一只狗就跑过来，闻到那个香菇的味道，他就跑过来了。我跟堂哥的用一瓜吼，这个小狗夹给他吃，他吃一次就跑了。结果那个他就叫一些朋友，5、6个朋友在那边喝酒，啊吃那个香菇，啊心美雄雄的走来啊，伊讲阿姑，迄小黑吼死啊呢，吼那个走去啊，啊大家讲小黑谁哪会死？啊莫非这个菇有毒？这个菇有毒，对啊，菇有毒啊！啊，大家说你看我看你要怎么办？谁先死？啊，其中一个就是讲说啊，我想到一个可以解毒的办法，吼，以前我听我阿嬷讲吼，讲迄药会解毒，尿可以解毒，对，童子尿啊，我又被叫回去尿尿。没有，啊，大家讲尿是可以解毒，大家都。碗大家旁的，外口大家叫棒棒的，该一直啉啦。喝自己的啦。啉尿。喝自己的会解毒啊。大家讲，这药阁有效呢。拢无发作呢，拢无中毒啊。这药阁有效呢。啊，阮堂哥就讲，我菇食较济，我过来放一步，我来啉。又喝第2泡。他菇吃的比较多，应该再喝多一点的尿。对，还可以排泄出来，才能排出来，还可以解毒。哥哥。阮新妹个走来啊，因阿姑讲：新妹，你去甲舅妈讲吼，叫甲迄小迄个尸体吼处理你的啦，吼。新妹啊讲：阿姑，迄小迄尸体已经处理好啊，迄个弄死迄个人甲处理好啊，大家都傻。被撞死的。他是被撞死的，不是毒死的。记得吗？我有印象，但我不知道他们喝尿啊。不是啊，我讲的是不死啊，因为他们喝尿当下你不在。对啊。小黑的确死了，他真的死了，他是被撞死的。他也没有说不是吃香菇死掉的。对啊，因为舅妈说你去跟他们说小黑死掉，我说阿姑舅妈跟小黑死啊，我就走了。的确会有这种联想。哇，太好笑了。对啊，这是太好笑了。每次我堂哥遇到我都说恁那个白白人阮那个啉啊坐着。海外丢你看，都是在提这件事情啦。他自己，你应该是去找那个说喝尿可以解毒的朋友。对啊，到底是谁说的？对不对？我从小被打到大，原来是那个朋友害的，我也要找那个朋友算账。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，所以都跟妈妈一起生活，所以我妈妈就会把它变成是以那个叫以母兼父，母兼父子。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哇，每一个到父亲节、母亲节、生日都要送他礼物，就当然是从卡片啊什么。后来长大开始可以赚钱，就开始买名牌。然后直到有一次呢，我想说好送给妈妈这个名牌包，她一定会觉得很棒很开心。我就还找同学一起去那个买迪奥的那个皮夹，是迪奥，然后那个皮夹就是它经典就是老花的那个款式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妈妈这样打开，我说妈妈生日礼物，她这样一打开，她就说为什么不是皮的？那我就说你送帆布的。对，可是它经典就是老花，就是经典帆布的那一款。她说为什么不是皮的？我就想把它丢在那个沙发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女的怎么这样？很戏剧化。对啊，然后她要丢，她直接丢。然后后来我就直接跟妈妈说，妈妈那个3万多这样。然后她就说3万多，然后就赶快把它又包装好，然后直接放到包包里。后来她就说，下次不要再送这样这么贵的礼物，改送我金饰。然后我就说，对，他说这样子以后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跑，想好远，然后我就说你管我，我就是要背 LV 啊，奇怪。如果你当初买金饰，现在翻2倍。你说打仗的时候你要背 LV？ 对啊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死啊，我要没死啊。那个子弹过来拿 LV 挡子弹，好漂亮啊！因为他很没水准，他就说送我金饰，然后我说好，你要金饰我就送你，然后就真的要送喽。然后因为他很喜欢观世音，所以我就还特地找了一个观世音图案的送给他，就他就躲假，他就这样一拿到，他说好贵哦，这个好贵。这样，他说好，你以后不要送我这种啦，然后马上带，他就马上带这样子，就这个爱慕虚荣，特地带来，就这个嘞，就是爱慕虚荣。妈妈有开心吗？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我比较务实啊，务实，对，因为你买名牌是现实，因为你买名牌包，我用有就好，
不要买太多，对，或是现金给我比较好。然后还有送过他最夸张是，因为他就是开始年纪到，我就想说哈，最近要做医美，我说妈妈你生日到了，我要送你一组医美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带他去，然后他就看了以后，他就说不要那么贵啦什么的，他前面很害怕，后来他说我要那个电波，还要玻尿酸，要补这个，好就一整套哦，后来就送他，想说 OK 应该就一次嘛，一次，结果他后来呢就开始跟那个叫什么医美诊所狂联络，然后每个月都去补，然后还找大阿姨一起去，因为他说姐姐我跟你讲，他说你怎么样？他说你看我最近这个保养的很好，现在买1送1，然后现在全家人都一起做医美。那都你出钱吗？没有，他们开始自己付，因为我怕有点做太凶了。我说妈妈那个脸太崩了啦。对啊，现在很自然，没有好几年没做了，美啦，很美啦。这个小瓜也是，还算应该很孝顺吧。窝心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因为我是单亲嘛，我没有拍过婚纱照，结婚没有拍过婚纱？没有，他就带我拍个婚纱。那一年是父亲节，他说要带我去拍婚纱，我说好啊。特别哦。对。哎呦，好像少女哦。这是当时归你几？2年前。 2年前哦。这样看真的会以为你们两个是准新郎。哦，你那个太侧脸太漂亮了。对啊。有点像郑玉玲啊。哦，对对对。但因为那时候还发生一个很好笑，是因为你看他左边这个为什么要放这张照片，就是他鱼尾的这个婚纱，是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会把它洗出来吗？就是做纪念。然后我就说妈妈要选封面，那你选一张就是可以放在封面的这样子。然后他这样看了以后，看，他就说我要这一张。我说妈妈这是个人的呢。然后他就说对啊，因为这个我比较漂亮。然后想说，就你花钱约他拍，就他封面也不放你们两个，没有我呢。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妈妈怎么这样？他就放了一个之后，他说我这好美，她修的好漂亮，你看她多没水准。他说难得，难得独照没有。他要凸显自己的效果啊，也无可厚非。那你圆了一个他的梦想，对啊，但是他这张他是真的美丽，蛮感动的。对啊，你说这样，另外2个妈妈会不会羡慕？会啊。对呀，我们都没有。我先看我爸，你讲一下。你跟爸没有拍过吗？那时候20岁拍的，现在都70几岁还要拍吗？也可以拍全家福照。你结婚40周年，结婚50周年，也可以在另外拍。 55年。对呀，很值得。可以很值得拍啊，而且爸爸有孙子了，下一代也有啦，一起没有，拍他说太难看了，拍出来自己都会吓到。不会，现在修图技术很厉害，放心，可以修片，可以修得很漂亮了。对啊，你看我妈妈那就是修出来的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讲出来。因为其实我从小跟妈妈的记忆都是妈妈在带我们出游。那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，他说要带我们去观音海水浴场，他说那地方比较远，然后要1整天，所以必须要坐公车去。他好像那时候只带了100块吧。然后买了1条吐司。然后弄了我们在家里面装了1壶水。我们就是带了那条吐司跟那个水，然后我们4个人，我妈好像带了100块钱，我们去那边玩了1整天。还有邻居小孩子也去，带邻居小孩也去。然后就靠这一条吐司，100块，对，生1缸。 对，我感人。没有，我那个小孩子才厉害啊，因为有3个军人拿那个大轮胎啊，在那边，我儿子就去跟他们说，叔叔我们要玩水不敢下去，然后那个阿兵哥就把他们带去玩，结果我那个小孩子竟然在水里面捡到400块，在水上漂。哇，你还赚到哎，很恐怖了。然后他捡来就给我说，妈妈，我跟你讲，在水里面有钱哦。我说怎么会有钱？ 那我就去带他们那几个全部去吃那个什么什锦面呐。才去吃什锦面呢。后来妈妈就叫他弟弟整个都在海边一直到处走，在那边寻呐。我跟你讲，再补一个，以前我们小时候，他们小时候，因为我婆婆喜欢打麻将嘛，男生太皮了，那他们每次要吵，我婆婆就说你这个儿子吵死人了，快点带出去，就带他们去复兴戏院。从中午看到晚上，那个电影院关门，我们才回家。哇塞！里面看里面睡觉，只为了让婆婆安心的打麻将，对，安心的打麻将。妈妈心直口快，马国贤躺着中枪。日本人啊，就找他说，帅哥，你要不要去当明星啊？
我说你去日本被人家卖了都不知道呢。然后后来有一天被一个星探发现了，就找他去加入小虎队。我说不行，他说为什么？你每次都说不行。我说因为你不是那一块料。啊，也不能讲不看好，你为什么会这么了解他呢？以前因为我妈其实她也要上班，因为她也是职业妇女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这栋大楼里面上班，华视，对，所以因为她那时候管服装嘛，对，所以常常就是我可能65年我在华视，那个有一个阿姨叫马阿姨嘛，在我们家打牌，然后他们就说华视缺一个服装助理嘛，马阿姨呀，她就说跟我婆婆说，你把你那个媳妇给我做助理好不好？我婆婆说好啊，那你就带去华视。那时候刚开始就拍保镖嘛。所以包青天你有拍到吗？有啊。移民的时候。移民啊。移民的时候的。对。那时候我常常看到你在中视啊。啊，那你赚到了？他年轻的时候嘛，我常常在中视看到他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很瘦又很帅。对。现在也很帅，还是很帅啊。对啊，很瘦的。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去买。要吃还是吃什么？我去买。没有了，晚上看你了。换马妈妈，她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？她让我难过，不是她难忘。她小时候哈，从小她就很爱漂亮。她读小学1年级哦，她把衣服都先放好在那个垫被底下，天亮起来就穿着，对，上学就穿那个衣服。她自己哦，那时候没有电熨斗的时代嘛，没有熨斗。然后他长大以后，我不是有在拍戏，我在华视，我又跑到中视，又跑去外面拍电影。那我有时候带他出去嘛，我就说，你要不要当临时演员啊？800块嘞。那时候有800块，不然被抽到只剩250左右这样子，被人家抽。会抽中间。对，很多叫你的你要抽嘛。那他就说，他就去看，他说妈妈，这个衣服好臭。干嘛叫我穿这个？我要当男主角才要这个，我不想当，他就不肯做了。哇塞！那他到了那个长大以后，他就，读那个醒吾商专嘛，他有去打工啊，到那个有一个哈蒂呀，他有一个哈蒂在西门町很久，他去打工。哎呦，他有一个日本人呐，就找他说，帅哥，你要不要去当明星啊？他回来跟我讲，妈妈，我跟你讲，有人找我去日本当明星。我一想，日本当明星是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在电视台也很多人嘛，那时候我们在电视台也认识很多人嘛。我说你去日本被人家卖了都不知道呢，而且日本那时候有3口组呢。你去干嘛？你当流氓还是当？我就现在也是有。他就说，妈妈，你怎么那么胆小啊？什么都怕到不行，我前途都被你毁了。我说你还小了，你要是被他卖了去日本，我们也没去过日本，日本长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，而且你也不会讲日本话，对不对？好像就不了了之。然后后来有一天，我的子女啊当那个化妆助理，他就打电话跟他讲说，那个他叫大宝，他小时候叫大宝，大宝快点，人家拍电影，你来当那个跳舞的临时演员。我就去了，就被一个星探发现了，就找他去加入小虎队。他后来又跟我讲，是因为这样来的。他说还没有苏有朋，先找他。我说不行。他说为什么？你每次都说不行。我说因为你不是那一块料。所以本来是不看好的。不是不看好，也不能讲不看好。你为什么会这么了解他呢？不是，因为我看太多演员，你有那个。他看人看多了。觉得这个就是吃这行饭的。对，结果第2次那个红孩儿又找上他。他就不敢跟我讲了。哎呀，偷去的啦。对，3个的这个演艺朋友带了自己的妈妈充满了太多的故事。他们的成长有太多的交集。确定的是，他们的感情都很好。我们今天的第2个环节，为了你们专注设计的。真的。来，亲子真心话。这件事今天一定要老实说。好，老实桌已经在这边了。第一组西小瓜跟妈妈来，小瓜他娘。我觉得妈妈要问他的，我们应该是预料得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身为母亲，然后我可能会想要问儿子，如果儿子这么大的话，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。
对不对？好，这种。问他的感情是吧？因为我也希望他找一个好伴侣嘛。可是他不是一直都还蛮蛮愿意分享他自己的一些。他从来不跟我分享这个，这一块都没有跟我分享。从来没有。对，也没有跟我谈过说他交了什么朋友都没有。小瓜这一辈子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这辈子交过几个男朋友？认真算哦，要认真算吗？你有一些要认真的吗？比较不认真的话，麻烦你认真一点。如果认真，好像2个啊，才2个。对啊，因为我其实很传统呢。你都快30了，超过了。他有一些不认真的。不是，因为我都怕妈妈担心我，所以我都不会分享说，哎，妈妈，我就交个谈恋爱什么的，然后都是到可能快要分手或是分手才会跟妈妈讲这个人。哦，我现在是怀疑哈。最近比较频繁的，差不多1个月飞一次韩国啊。我想问他说，是不是在韩国谈恋爱？我是很想问他这个。被甩了。你说对了，然后一直没有谈恋爱，结束了。不是，妈妈一直以为，因为我之前很爱飞韩国，是因为我就很喜欢那边，然后都一直去。然后因为我都会拍那个就是旅行的那个 YouTube 啊，然后妈妈就会看嘛，她是我很忠实的观众。然后看一看，她就说：“来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去韩国交一个男朋友？”那我想说没有啊，就没有啊，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很确定，就不想跟他讲。哦，还在暧昧。对，然后到后面就发现真的不会继续交往，就不想要分享，就觉得算了这样子。因为我其实都从来不会跟妈妈讲说，哎，妈妈，我最近很喜欢这个人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因为他眼光很差。可是我也是单身啊，到现在也是单身。那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单身啊。你单身啊？对啊，我也希望我妈找到一个对象。对，他也是。你有人帮你介绍吗？没有哎，没有。年纪大了，但条件这么好，年纪大了可能也不好找。跟年纪没有关系啦，你条件很好。交朋友喽，对，没关系，多找一些什么朋友都多交一些啊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？就是要负责的吧。负责任的。负责任的。有肩膀。外形条件如果比你矮呢？还好啦，比你矮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比你小很多岁的，当然最好，当然最好。对啊，最好。你不要讲出来，笑这么开心，他话突然看了。西小瓜帮妈找对象，陈哥赞虾很可以。我就希望如果他搬来台北，就可能我可以带他去夜店啊什么的，就是这样就会有人爱他啊。哎，我真的有带我妈妈去信义区呢，我带她去喝酒，有去过夜店。第3段人生换一个地方活活看，夜店的光线又不亮，我可真的一下就有睡着。小很多岁的，当然最好，当然最好，对啊，最好。你不要讲出来，笑这么开心，他话突然看了 ，OK 的啦。想象画面是不是？其实还没有开始介绍，缘分吧？你在高兴什么？缘分啦，我是说缘分啦。对，缘分啦。缘分。给我甩头发。那对方如果可能已经60、70岁的人，可以接受吗？也可以啊，身体还不也可以？可以啊。状况很好，这样可以的。那只要活得会动的就。条件也不一样，会动的又疼他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经济独立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太多感情牵扯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太复杂的。因为其实我妈妈她一直很希望就是我们很幸福，然后因为她其实有跟我讲过一件事，其实那就变成好像我压力很大，不敢告诉她的原因，因为她就一直跟我说，她说就是她没办法陪我人生一辈子，她可能只能陪我半辈子，所以她一直希望我赶快找到一个跟我相处的人。那因为我其实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可能不会想要往结婚方向的人去，然后因为我又是一个属于很害怕突然就分手，我会很害怕失去的这个状态，所以我就会，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这么坦然的去谈一个恋爱，所以其实我自己非常的算保守这样，还是整理一下，调整一下。那我想问妈妈的一个事情，其实就是我想说，我很想要妈妈搬来台北跟我一起住，所以为什么不搬来台北？你现在住在龙潭的地方，可能也住习惯，住多久？对，住20不止，超过了哦，30年有了。但搬来台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家是在卖那个豆花甜品烧仙草，所以我妈妈是从小这样帮我做到大的，然后养到大。但因为我就想说，在台北可以开一个，所以你叫豆花西施啊？不是，是公主。天后，她
要先找天后。都先找天后不错了，蛮好的，给我个面子，等下给妈妈在。对啊，妈妈在，那我就不打脸，我避开脸。他会喜欢那种打对啊，打我。这豆花也可以来台北卖啊。就是因为我想要开分店，就是可以在这边，可是妈妈都一直不来。我觉得怎么样觉得人生地不熟嘛，再来他也不跟我住一起，他也跟我提过，他不跟我他搬来你又不能住在一起，他搬来干嘛？对，因为我就是很烦啊，不是因为爸爸妈妈但可以住就近。对，我就说，因为如果住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吵架，因为生活习惯不同，所以我可能像我工作很晚，我都会去玩，很晚回家，那他就会念我什么的，所以我就不想要。我说你可以搬来很近的地方，但我每天都会去帮你上班，就是打工这样子。换一下生活，你现在应该也快60了吧？超过了，可以了啦，换一个生活方式。真的。第3段人生，换一个地方活活看。因为你们都有说他的房租好像太高了吧？你会一起负担吗？那个房那个租，你犹豫干嘛啦？我要没工作还要付。小瓜，房子这个问题有业配嘛？你可以去谈嘛。真的吗？你去谈嘛。好，你怎么都能？你又叫人家搬来台北，你又不出一点钱。对啊，我会出，没有动力嘛。我会出，他没有动力啊。因为我另外一个让他搬来，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就是一直住在龙潭，就是比较淳朴的地方。他每天醒来都没事做，然后呢，他就会这样玩看直播，然后就是在乱买衣服买什么的，然后就没事做。然后我就希望如果他搬来台北，就可能我可以带他去夜店啊什么的，就是这样就会有人爱他啊。哎，我真的有带我妈妈去信义区呢，我带她去喝酒，有去过夜店。然后我就跟她说，这是我妈妈，赶快把她这样子灌醉。对啊，你那个头发稍微 settle 一下，然后腮红擦红，腮红跟口红擦红一点，夜店的光线又不亮，我可真的一下就有对象。头发染一下，一下就有对象了。必要的话，今天把自己喝快一点，喝快点效果更好。她很会喝，她现在包包里有高粱呢。为什么要随身带高粱啊？因为他上节目很紧张，你有刚刚有先喝一点啊？上节目太紧张了，多紧张！他都会说我要说壮胆。先喝个5分醉再上节目。对，我们今天上节目不是来出庭哎，要自己要壮胆干嘛？我真的会很紧张，每次镜头我不敢。你觉得今天聊天气氛怎么样？今天不错哎，今天我们何止我们每次都不错。我说我个人状况不错，不会那么紧张，对，比较chill一点。谢谢你们2位，谢谢。来第2组，新梅，好来，叶妈妈来，来，请开始。你会觉得妈妈偏心吗？你为什么会想问这个问题？因为他差不多5、6岁的时候我们就单亲了。哇，很早。他很皮。对，我们知道，很欠揍。对。每次我都会打他，3个只有打他。他是老2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老2，我都打他。他每一次如果生气的话，就说，那个你对我上不好啦，哈，我要离家出走啦，哈。每次都这样讲，我说好啊，你要离家出走，我1个月给你5000块。因为我只是讲气话，我没想到他说好，他说好给我5000。对啊，他说如果他要出去，我1个月给他5000块。你是真心这样觉得？真的要他要出去，因为他每次在学校啊，他校长不怕，老师不怕，每次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老师都叫我去。他说，他跟老师讲，你不要叫我妈妈来。都不要叫，每次我去我就会打他，打给校长看。我这个同学在被打爆。他有一次在那个校长室，被人家在那边处罚，结果是他一群人教人怎么样你啊，安诺你种啊呢，挑衅他他都会惹事情的。你跟8+9挑衅哦？不是啊，我没有，是你们假如你们俩吵架，你们互相叫人嘛，结果你就叫学校里面的学长学姐嘛，就这一个呢，他叫外校的。你叫外校，那你叫公我什么事？就他来拜托我说，因为对方坐公车来，叫我去校门口接他。也太荒谬了吧！什么？你到校门口，一群那个外校的，那我跟观光团一样，一群外校，然后他就看到，然后我就说，你是某某某的朋友，他说对，是怎样要处理谁在哪里，就类似这样。我说他们就在那边，就这样一个动作。刚好训导主任看到，以为后面那一整挂都是我家，太荒谬了吧！然后这个人知道出事不承认哦，他不承认哦，
然后莫名其妙后面那群人就说我们就他们就说要找我嘛，因为我要去带路啊，莫名其妙一群人变火教了。叶欣湄尖锐问题让母女火爆冲突。那我这题我们先不问了，先这样来，先这样。来翻过来。好，这个要问，我要问说，你已经讲好多次了，那个就是气话，气话，现在误会有解开了，对，有解开了，误会解开了，解开了。莫名其妙一群人变火教了，我真的很衰，真的很衰。啊，我去的时候就打他一巴掌。啊，对，他气冲冲的嘞，要打我呢。哎呦，他要打我，因为我觉得你私底下打我，我绝对不会还手。可是打给人家看没办法接受。对，因为我好歹我跟他说我在学校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然后打我他气哦，没有头没有脸。对，他问我说谁没有头没有脸，你指给我看。我说的没错，不是哎，我就跟老师讲，老师安尼阮办退学，我讲不要紧，我3个纸件我无抄，这个无爱读不要紧，我要带回来。好，他就说后来就又道歉，他说他要读。要了，还是要读书啊，还是要。你觉得他因为你常常处罚他，他就觉得你会偏心吗？你有觉得妈妈偏心吗？我没有啦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偏心。你已经讲好多次了，那个就是气话，气话你讲差不多。没有，因为以前我觉得我长大以后，我就是看了很多事以后开始会懂，因为以前不懂，以前是这样，他要顾那个时候妹妹还没出生，就我跟姐姐，然后她要工作，所以姐姐呢，她一定就是你看嘛，你年轻你要工作，你大女儿她就是给可能那个舅舅。姐姐大你几岁？姐姐大我2岁而已，才2岁。所以以前呢，姐姐是给我们的亲戚带，可是你一个亲戚顾小孩，你还说得过去，但他不好意思2个都塞到亲戚那边去，太过分了。所以呢，以前我是去那个保姆，他是请保姆带我，我是住在保姆家。然后他可能周末或者是他有空的时候才去接我。那个时候我自己不懂事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每次过年过节我们回到南部的时候，姐姐跟那些亲戚都很熟，因为姐姐就是在亲戚家长大，她跟大家都熟，但我很不熟。然后姐姐就说，对，姐姐会说她很羡慕我，因为我是妈妈特别花钱请人雇我。但是姐姐是没有在她身上花钱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。其实我妈妈对我是很好的，然后以前也不懂，因为以前就是都会有一些那种阿姨啊、表姐啊，然后就会在那边讲说，就会说啊，因为我很皮嘛，所以大家对我一定没有好话嘛，就是说啊，大家都对你不好，我们大家就是会很讨厌你或者什么，你妈妈也不喜欢你，你妈妈比较疼你姐姐。不是，那个是后来我请一个保姆在家顾他们2个，那个保姆就跟他说。你也看恁妈妈好像对恁姐姐较好啦，恁姐姐拢穿新的吼，你拢穿旧的啦，恁妈妈拢较听恁姐姐无听你。保姆从小就给他灌这个思想，真的不应该。不应该。对，那个时候是一开始是我后来跟姐姐也是和解知道嘛，然后后来也是因为长大以后才知道说，因为当初他跟爸爸离婚的时候，其实反正他们以他的经济能力，他2个小孩他只能带1个走。可是他那时候他不想要我跟姐姐分开，所以他也是自己牙咬着，就是把我们2个带走，因为他觉得爸爸不会对我们好。可是其实我是一个很嘴硬的人，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很爱开玩笑，所以我已经说出去的话，我很少会去主动跟他道歉跟认错。可是我心里面我从来没有觉得妈妈偏心，或者是妈妈有亏欠我。可是妈妈刚刚说他至少听你讲了10次以上。那个是以前，我现在长大没讲啊，我长大没讲。好了，他没有觉得你偏心，他明白了。你这2-3年没有听过了吧？差不多有啦。差不多有，差不多有，还有，现在误会有解开了，对，解开了，误会解开了，解开了，误会解开了。好了，解开。我这题我就先不问他了，先这样啦，先这样。我现在想想，我还是不要问好了。不行，不是因为，来翻过来。好，这个要问，我要问说。我爸爸是怎么样的人？但是我问这个，并不代表说我要去找他或者是什么，因为其实在我有印象来，我对这个人是没有印象的。你从来没见过？你从有意识以来，我大概我们4、5岁的时候就，反正我有意识，我就是单亲，就是妈妈。你有记忆以来就是妈妈一个人。对，然后呢，大概前几年呢，还有一个男生，就是跟我爸一模一样的名字，但他没有照片，他要加我脸书好友。
我都不敢接受哦，我就是放着不管。就这一个人呢，他就很长，就是我每一篇贴文他都在按赞，他没有有可能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照片。所以我才突然想要问这件事，但是我以前小时候我有问过他，忘国中的时候问过他，我说，你跟我爸现在有在联络吗？然后他就说，他死掉了，他就轻描淡写带过。我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是不是我不该问？其实啊，他是死是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自从带他们出来以后，他是死是活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自从带他们出来以后，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了。而且我跟他爸爸住的地方距离差不多。骑摩托车不用10分钟，真的哦。那从小他成长过程都没有见过，没有，连1毛钱也没有拿过。哇塞！他爸爸假如说家里如果剩下1碗饭的话，好，他已经吃饱了，他这1碗饭也不会给他的女儿吃，他会留着明天他自己吃。因为像我这边有一个，我好像眉毛有一个疤，还是然后下巴还是眉毛有一个疤，就是好像他说是我感冒，然后他就叫我爸带我去看医生，就我爸好像就是很不情愿，然后那时候诊所门口有那个投石块会摇的那种车子嘛，我就说我要玩那个，结果我爸就是他也很不耐烦，就没有等我做好他就投钱。然后我就从上面摔下，就本来是去看小儿科，马上转到旁边去外科去缝。去缝了好像4、5针，第2天伊是咪爱过去膏药啊，对不？你毋知因爸爸是安怎会知影？伊讲迄免过去遐病院膏啦，迄西药房买药甲你膏就好啊。哇塞，他是这样的人。我大概知道。谢谢今天这一组。谢谢。谢谢。马国贤吗？你们这边要谁先问？妈妈先问好了，妈妈先问，因为我怕我的题目他太劲爆吗？他情绪可能起伏会稍微大一些啊。不会，妈妈一直讲，70几岁还有起伏哦。你这辈子都这样讲，他现在也无风也无雨啊。对啊，心如止水。马家母子真心话意外变成案发现场。现在他们住这个家是我们10年前大概搬进去的。搬进去之前，我把它清过一次，因为所有的这个空间里面堆满了他这一辈子的东西。有囤物癖，存的太多。他们利用我不在家就乱清我东西，害我金子都不见了。金子，我们今天其实是亲子真心话，是，今天不是来抓贼的，你知道吗？妈妈想问的问题是，什么时候要办婚？为什么要问这个？因为他结婚，他现在没办婚。对，因为我婚礼还没办呢。很介意吗？这奉子成婚嘛。对，这个我是一定会办，但只是说，本来是预计在今年了，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，因为后面可能也要忙，所以可能会稍微延一下，可能到明年去，但是最晚应该不会拖过明年了。一定要。对啊，一定会办了。所以我老婆他们比较注重，就是说。这样的一个仪式，所以对，应该要的了。对，我叫你老婆自重，我们家也很自重哎。我知道。他爸75了，我77了。爸85了吧？85。我跟你讲，原来你一直在等待，你一直在期待姐弟恋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牙齿都快掉光了，等下要去喝喜酒。开甲。对，没东西吃哦。对，总不能煮做的东西全部打成汁吧？整桌的鲍鱼粥都流质食物，想吃龙虾啦。然后他爸爸也急，我也急，他不急。我也急，不急，急死太监。他能得到这个小孩，真的已经很圆满了。快的话年底的话现在也要搞了，因为4月了。对，其实有陆续在洽谈的啦。来，想问妈妈什么问题？我想问你的这个，因为这辈子我都在问你这个问题啊。对啊，但是这个问题我现在大概应该有差不多快10年没有问了。什么？对，偏心是吧？不是偏心，对，这个是。房间什么时候要清干净？他的房间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妈她在我们家住的是最大的卧房，然后因为她一个人住，然后为什么她一个人住？是因为别人也都挤不进去，因为所有的那个空间里面堆满了她这一辈子的东西。有囤物癖，他存的太多，那我觉得应该要清，因为现在他们住这个家是我们10年前大概搬进去的，搬进去之前我把它清过一次，但清的东西。我清完之后，因为我隔天后来就过了1礼拜，我再回去的时候，
我亲的东西怎么会在房间里面出现了？我吓到，想说怎么可能？你知道吗？他们利用我不在家就乱亲我东西，害我金子都不见了。金子3条金项链不见了。重要的东西我都收起来了。是你拿去的？啊，没，金子我没拿。我说重要的东西。不然这金子它不翼而飞是怎样？那不会是我拿的啦。但是那囤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？我跟你讲，囤的东西多了。我们今天其实是说，我们今天其实是亲子真心话。是。今天不是来抓贼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一直以来，因为我忽然间贵重东西不见了，你知道我就是。为什么要偷金项链？不是我偷的，我没有拿金子。胆子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家以前遭过小偷，那我就喜欢旧报纸嘛，不是有人旧报纸就会留的嘛，然后把钱夹在旧报纸里面嘛。那这样就分不出来了。不会啊，你自己知道在哪？对，在床铺底下嘛。他们就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他们就回去乱给我乱翻啊。那东西是不是真的很多？哪有？是不是真的无法走路？哪有？我那么胖都可以走，怎么不可能？我房间不是没有清干净，是因为我觉得说。这个东西不妨害到他们外面的空间很大，是他们的生存。你没有弄乱公共，他有他的空间，我没有弄到外面。为什么一定要叫他把它清干净？为什么？因为东西多了会积灰尘，然后因为他现在年纪稍微长一点，然后身体有时候不是那么舒服，呼吸系统啊或者什么样的，因为我怕影响到他的那个。你喜欢住清爽一点的空间吗？可以吗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的空间并不是说不清爽，只是说因为我衣服。太多了，地方太小了，没有那种空间。那你要穿衣间，对，你需要一个穿衣间。对，他没给我穿衣服的地方，我没有穿衣服的地方。衣服的地方。那我抱歉，我抱歉。你这个东西，哎，你妈妈没地方穿衣服，她现在都不穿衣服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不穿衣服？没地方穿。你知道吗？我妈东西都到我们家旁边本来有一个回收厂。那个他都固定去那边做回收的，然后因为他把回收东西都一直往家里面收，所以后来那回收厂就搬了。哦，不给他收东西。对，不给他收东西了。你的头嘞？他们是北动好不好？你的头嘞？你的头。真是乱讲话。讲的回收厂收到那天，你妈妈哭多惨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他很难过，回收厂搬了。哪有难过？我从来没有难过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最难过就是你不赶快办婚礼，其他都没有。好，我加油。一个人有一个心心念念的事情。房间希望亲。都在念佛经，其实有心如止水。心如止水。对，亲一亲就有穿衣服的空间了，有啦。我77岁都没病，他只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其他都没病。那就这样不是？可是你没病，或者是你的孩子都是病啊，你。好不好？谢谢妈妈，谢谢。这个有人说呢，这个母亲的爱啊，就像阳光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能够感受到她的温暖。在母亲节这样子一个别具意义的一个大日子里面，给你最亲爱的妈妈，给最爱你的妈妈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好好跟她说，妈，你辛苦了，我真的很爱你。我们也要在现场祝福天下还有现场的每一位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女王大人，下次见。See you。谢谢小瓜，谢谢小瓜妈妈，谢谢妈咪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